各位大家好，在前面的这个单元呢，我们跟各位介绍了案例，还有国际公约的一些规定以外，我们要回过头来看我们法院处理的这个案例是否符合国际公约的要求。第一个，我们要先检讨的是法院关于这个跨国的争夺子女的这个案例，它在一些学理上面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国际管辖权的这个部分，在我们的法院的案例里面，他说决定国际管辖权呢，是以逆推之说或以对人主权及领土主权的概念来决定管辖权。那实际上呢，它的管辖权达到我国是具有管辖权的这个结论，它具体的理由实际上呢，就是类推适用非讼事件法第130条准用第122条关于未成年子女权利义务行使负担事件的这个管辖权，认为呢，本件的国际管辖权呢，应该是要由未成年子女，也就是这个小女孩 A 她的现所在地国及我国的法院管辖。这个是揭露这个我国台北地方法院的裁判的原文，我们特别把现所在地国用红字给标了出来，这个是法院裁定理由的原本的用语。在这边我们不禁要提出一个检讨的问题，非讼事件法第130条准用122条的这个规定，这个当然已经是旧规定啊。现在这个是当年呢，在家事事件法还没有立法施行之前，类推适用非讼事件法130条准用122条的规定。这个当时的规定呢，对于未成年子女权利义务的行使或负担的酌定、改定或变更事件，是要由未成年子女的住所或居所地之法院管辖。所以我们的条文很明显所写的是住所或居所的这个法院管辖。那这个未成年的子女在我国是否有住所，应该要依照我国相关的法律来决定。我国的民法第21条规定说，无行为能力人及限制行为能力人以其法定代理人之住所为住所。民法第1060条说，未成年子女以其父母的住所为住所。那父母的住所不在同一个地方的时候，或者是说父母离婚的这种情形的时候，这时候未成年子女的住所就应该要回归到民法第21条的规定，就是以法定代理人的住所为住所。那在我们这个案例，我们刚刚跟各位提到的是非讼事件法130条准用122条的这个结果，它是规定要以未成年人的这个住所的法院来管辖，所以这个未成年人的住所又必须要以法定代理人的住所为住所。这个时候，在这个案例，这个小女孩 A 她的住所是在哪里呢？在这一件台北地方法院提起改定，请各位注意，改定他的权利义务行使与负担。之所以叫改定，就表示他前面已经有
法定代理人了，有侵权人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跟各位说明，当他的生父拿到美国法院的确定裁判以后，向我国的台中地方法院先提出一个假处分，然后依照强制执行法第4条之一提起一个许可宣告执行之诉，请求交付子女。台中地方法院依照强制执行法第4条之一的规定，他必须要先审查依照民事诉讼法402条是否要承认美国纽约州家事法院的这个判决。所以我们在上个单元跟各位所说明的是说，因为这个母亲呢，她履传不到，她没有出庭，结果台中地方法院只好一照辩论的这个判决，承认了这个美国纽约家事法院的这个判决，所以就是把侵权判给这个生父。侵权判给这个生父以后，等于在法律上，这个生父就是 A 的法定代理人，而我国法院又承认了美国法院的判决，所以 A 即便是依照我国的法律，他的法定代理人就是他这个美国籍的这个父亲，所以这个父亲他在法律上或现实上，他从来没有一天确实的去行使过他侵权人的这个地位，所以这一件申请改定，实际上实体上是否有理由，这个我想我们呢就点到这里。那即便就是在程序问题，这个改定呢是应该要以未成年子女法定代理人的住所为住所，所以他的法定代理人在改定还没有确定之前，他的法定代理人呢是他的生父，这个时候当然要以他生父的住所为住所，也就是他的住所应该是在纽约，所以就这一件管辖权的问题来讲，有国际管辖权者应该是美国，而并非是我国。这个是我们对于管辖权的这个检讨与分析。就结论而言，我国呢，就本件应该是没有国际管辖权的，申请改定也应该要到美国的纽约州法院去。刚刚我们看完这个对于法院管辖权的检讨以外呢，再来我们要来看一下准据法的问题。当然我们必须要提醒各位，如果法院没有管辖权的话，它是不应该为实体审理，更不应该为实体裁判的。所以在法院没有管辖权以后，应该就不会有准据法的问题。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案例呢，事实上可以说法院是为了这个案件量身定做出一个预设的这个结果，就是要让小孩子留下来。这种问题呢，这个可能会充满了情绪的这个对立啊，就是说这个小孩究竟应该要送到美国，还是在台湾留下来？这个我想我无意在这边选边站啊。那我们要提醒各位的是，我们是从法律的学理上面来检讨这个法院的裁判理由啊。那所以再来呢，就是针对准据法，我们所发现在学理上面这个书值检讨的这个部分，那就是
外国法适用错误跟适用法规显有错误的这个概念。那在这个案例呢，再抗告，高等法院针对再抗告呢，它结果还是予以驳回。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说，再抗告意旨并未具体指摘原裁定适用法规显有错误之处，以再抗告不合法驳回再抗告。所以换句话说，再抗告它一个非常重要的要件，就是要指摘原裁定适用法规显有错误。适用法规显有错误，包不包括涉外民事事件适用外国法显有错误的情形呢？这个就是我们这边外国法适用错误与适用法规显有错误标题的这个由来。那我们就要来具体的这个检讨法规啊。这个非讼事件法第45条第3项规定，对于抗告法院的裁定，再为抗告，仅得以其适用法规显有错误为理由。非讼事件法第45条的适用法规显有错误，是否包含涉外民事事件外国法适用显有错误，而可以再抗告到法律审？这是我们再来要跟各位检讨跟说明的问题。非讼事件法第46条关于抗告程序准用的这个规定呢，他说，抗告及再抗告，除本法另有规定外，准用民事诉讼法关于抗告程序的这个规定。民事诉讼法第486条第4项规定说，除前2项之情形外，对于抗告法院之裁定再为抗告，仅得以其适用法规显有错误为理由，并经原法院之许可为限。第5项规定说，前项许可以原裁定所涉及之法律见解具有原则上的重要性者为限。所以准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要以适用法规显有错误，而且涉及的法律见解具有原则上的重要性为限。这个立法理由4，他说呢，为了要维持第3审为法律审的特性，兼顾保障当事人权利及合理分配司法资源的这个要求，对于抗告法院以抗告有理由而废弃或变更原裁定的这个裁定，或以抗告无理由而驳回抗告之裁定，应以其适用法规显有错误为理由，并经原法院许可者为限，使得再为抗告，原增定第4项明定之。所以换句话说，再抗告到法律审的适用法规显有错误，与上诉到这个法律审的判决适用法规或适用法规不当，这个民事诉讼法第486条，虽然在法条的文字不同，但是法理是共通的。所以以下所述关于上诉到法律审的判决违背法令的要件，法理对于再抗告至法律审之适用法规显有错误的要件，亦为妥当。民事诉讼法第467条规定说，上诉第3审法院非以原判决违背法令为理由，不得为之。所以本条所谓的法令，究竟包不包括外国法？也就是说，前面的适用法规显有错误，解释上这个法规是包不包括外国法，或者是仅以我国法为限。在这个学说上面呢，本条所谓的法令，或者是我们前面所讲的抗告程序的适用法规显有错误的法规，我国的学说都肯定它是包括
涉外民事事件被指定为准据法之外国法。那实务上面，法院的裁判实务的立场是怎么样子呢？我们可以参考最高法院79年度第一次民事庭会议决议。在这个决议里面，这个决议呢，请各位可以上网去找出来。这个决议非常的长，我们在这边截录跟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主题有关的这个部分。它这里面这个决议他说，所谓违背法令，依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因适用外国法之法规而不适用，或适用不当的时候，亦应认为系违背法令。所以就结论来讲，在我国法院呢，依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选择准据法，因适用外国之法规而不适用。意思就是准据法是外国法，你却避开了不去适用，或适用不当，也就是说，你有依照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准据法是外国法，但是去解释这个外国法，结果却适用不当的时候，这个解释上都是违背法令。所以就我们这个案例来讲，当时我们的法院它所适用的准据法，依照当时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第19条的规定，依附之本国法。附之本国法是美国法，准据法就应该是美国法。但是因为美国是海牙公约的这个缔约国，所以我们的法院也就去适用海牙公约。但是我们的法院却针对1996年的公约去适用，完全忽略了1980年公约的存在。所以我们在上一节国际公约的解说的部分，要跟各位强调的就是关于这一种跨国的不法移送或留置子女的这一种事件，1980年公约是具有优位性的。它上面接诸2大原则：立即返还跟实体裁判。而1996年公约呢，是在补充1980年公约，针对管辖权是要以子女的冠居帝国具有管辖权。所以在处理这一种跨国的争夺未成年儿童、未成年子女的这个事件，是必须要1980年公约跟1996年公约它要同时的适用的。显然我国的法院并没有处理1980年公约的立即返还原则跟实体裁判原则，而为实体裁判。第二个，海牙公约是禁止反制的适用的，这个我们跟各位说明的应该算相当清楚，而我国法院却适用这个反制的这个规定，这个显然是违反海牙公约的这个规定。所以依照最高法院79年度第一次民事庭会议决议，依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适用外国之法规适用不当，这个亦应认为系违背法令。所以就结论来讲，这个我们必须要讲，就本件我国法院的处理违反了这个立即返还原则、实体裁判禁止原则，而且还适用这个明文禁止的反制的这个规定。我想这个恐怕应该就是适用外国法不当，这个恐怕呢应该有错误解释法规的这种情形存在。
就这个部分的这个说明呢，到这边告一个段落。